福尔摩斯只是看了下肩膀上的纹身，就从男人身上牵扯出一桩凶杀案。We have a case. 他注意到这个八角星纹身是黑帮特有标志，男人名叫巴尼，是这个组织的杀手，如今却过着隐居生活，结婚生子。老麦认为他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想过一些安稳日子，但摩斯不这么认为。他指出巴尼手掌上的伤口均匀对称，不像是车祸造成的，更像是被绳子勒出来的，并且伤口看上去还很新，在车祸之前一定发生过激烈的刺杀。听到摩斯分析的有理有据，老麦决定开始调查这起案件。摩斯首先来到巴尼妻子家里，询问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是否对巴尼的过往有所了解。妻子不相信巴尼是个杀手，就在车祸前1小时还在关心我。He called me to say he loved me. 不管他曾经是谁，自从结婚后我们感情很好，还计划着以后开一家养老院。没有从巴尼妻子那里得到有用线索，摩斯换了一个思路，准备从巴尼养老院合伙人开始调查，谁没有去悼念或者缺席，那他的嫌疑最大。摩斯发现只有一个人缺席，还是个房地产开发商。他们来到特维斯办公室，从监控中看到巴尼和特维斯发生过争执。摩斯凭借着唇语翻译出2人的谈话内容。Pouring the concrete today. 摩斯猜测案发现场可能是在养老院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那里还隐蔽。很快他们来到养老院，那里一切都处于建设当中。华生看到不远处停放着特维斯的汽车，汽车并没有被开走，那特维斯可能被埋在其中某处地方。华生指着前面的水泥地比其他颜色都要深，打算从这里开始挖掘尸体。但摩斯透过汽车玻璃看到里面一张卡片，他已经知道特维斯藏在哪里了。摩斯敲开了房门，开门的正是特维斯，他也很好奇摩斯是怎么找到这里的。但摩斯只想关心巴尼和特维斯之间的事情。特维斯表示巴尼借了2万多美元的债务，用来维持养老院继续建设。当摩斯询问放债务的人，特维斯表示不知道。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拿走他的钱。摩斯看出这些钱是偷来的，因为20美元面值在市面上流通很少，拥有1张就很值钱了，不可能弄到这么多张，钱的来源一定不合法。事实也正如摩斯猜想的那样，贝尔通过调查得知这批钱在10年前的抢劫案中失窃的，其中有1半现金都丢失了，现在正通过放债流放到市面。贝尔还发现其中一个放债务的可能拥有这批钱。随后摩斯来到拉塞尔那里询问放债的事，拉塞尔摆手假装不知道。摩斯指着面前的灭菌器说道，已经报废不用了，却还上着锁，里面应该放着之前抢劫的钱。拉塞尔被说的心虚不已，交代了关于放债的事，因为巴尼之前对家人很照顾，看在这份情谊上借给他2万多美元。但摩斯还想知道手臂上的伤是怎么来的。拉塞尔支支吾吾地表示，之前有个安德鲁找过自己，问我关于巴尼的相关信息，还被他打来一顿。他们重新返回巴尼车祸现场，摩斯相信这里埋藏着安德鲁的尸体。贝尔在草丛中发现一些弹壳，摩斯猜测当时有人朝巴尼开枪过，导致他失去方向和汽车相撞发生车祸。此时警探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了安德鲁，从脖子上的伤口证明是被巴尼勒死的，这和巴尼手掌的伤口吻合，所以安德鲁不可能是那个开枪的人。那开枪的第3个人究竟是谁？回到警局后，法医对安德鲁进行了解剖，发现他患有抑郁症和心脏病，并且长时间一直在服药。只要找到他的主治医生，也许就能发现那个开枪的人。随后摩斯来到这家心理医院，表达了自己来意，但是医生以保密协议拒绝透露患者信息。华生表示包庇违法人员不是医生应该做的。医生透露，在治疗期间，安德鲁反复提到一个人，名字马尔科。等摩斯来到马尔科家里，他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电视。当被问到前几天出现在那里，马尔科表示前几天大腿被人捅了一刀，在医院休养，医院的医生可以为我证明。经过医院核查，证实马尔科没有说谎。摩斯看着从医院带回来的照片，通过绑在马尔科腿上的止血带，摩斯已经猜到谁是那个开枪的人。If I'm right, I may also know who shot at him that night. 他们找到巴尼妻子，表示在马尔科刺杀巴尼时，是你将受伤的马尔科送进了医院，因为绑在他腿上的止血带是你家里的窗帘。你原本以为马尔科会成功，但是失败了，所以又联系了安德鲁暗中埋伏，结果还是失败了，最后只能自己开枪。最终他承认了罪行。由于年轻时不得已成为站街女，巴尼知道后吵着要离婚，还想把投资在养老院里的钱拿出来，自己不想变得一无所有，才选择刺杀他。